魔的法云禅师猛地从怀中掏出一块血色玉符，一把捏碎，一道血光冲破云霄，直射天际。夜报水镜中的画面到此戛然而止，斩仙台上鸦雀无声，前因后果一目了然。天庭仙官们面面相觑，神情复杂，这让他们怎么评判？说他有罪，他为父母报血海深仇，天经地义；说他无罪，他确实毁了一座传承千年的寺庙，更是在佛门境地大开杀戒。净念菩萨的脸色由青转白，胸膛剧烈起伏。他知道今日若不能以雷霆手段镇杀我，西方教将颜面扫地。诸位都看到了，他声音森然，不再义正辞严。法云识人不明，处置不当，是我佛门疏漏，我们自会清理门户。但是一码归一码，陆凡此僚为一己私仇，迁怒全寺，屠戮无辜，更在大仇得报后依旧泄愤毁我佛像，这已非复仇，而是对整个西方教的挑衅。他话锋一转，杀机毕露，此僚心性已魔，若不将其形神俱灭，以儆效尤，我佛门威严何在？三界秩序何存？小僧恳请玉帝降旨，就地正法。天庭众仙气氛微妙，无人愿为一介散仙与整个西方教撕破脸皮。就在此时，太白金星轻咳一声站了出来。菩萨息怒，老臣以为此事尚有商榷。陆凡毁寺杀僧，其罪难逃，然其为父母复仇，其情可悯。依老臣之见，不如斩其先身，废其道果，念其孝心可嘉，留他一缕真灵投入轮回，以消解罪业。如此继承其罪，又留其生机，岂不两全？这番话说的不偏不倚，既给了西方教台阶，又保全了天庭公正。太白金星所言极是，雷部众将立刻附和。天庭态度已然明朗，可杀，但不能让他魂飞魄散。净念菩萨脸色一沉，正欲反驳，西方教阵营中却响起一个沉重的声音：菩萨，太白星君所言有理。众人望去，竟是沙悟净走了出来。他面带愁苦，何时依礼？弟子也曾罪孽深重，蒙我佛慈悲，师尊引渡，方得正果。陆凡施主虽杀业重，但其心可悯，为何不能给他一个轮回的机会？一味赶尽杀绝，非我佛本意啊！沙悟净，你懂什么？净念菩萨怒不可遏地打断他：你受圣人点化，有取经功德护身，他却是拒不悔改的魔头，岂能相提并论？你一小小罗汉也敢妄议刑罚？退下！沙悟净被训斥得满脸通红，那退下！然而这番顶撞彻底点燃了净念菩萨的怒火。孙悟空的挑衅，太白金星的和稀泥，如今连沙悟净都敢当众唱反调。今日若不立威，西方教将沦为三界笑柄。够了！净念菩萨一声佛门狮子吼，震慑全场，目光如刀，直刺我。太白星君的两拳之侧，恕难苟同。此魔毁我道场，杀我弟子，桩桩件件皆是死罪。天条管的，我佛门戒律同样管的。今日本座便要亲自出手，清理门户，肃正佛威。净念菩萨话音一落，斩仙台上气氛骤然凝固，天庭众神或叹息或锁眉，却无人再敢多言。净念菩萨不再废话，并指如剑，口诵真言。霎时间，金色梵文自他指间流淌而出，与我头顶汇聚成一柄三尺戒刀。此乃佛门惩戒之刃，专断仙体，能灭神魂。刀身成形，杀伐之气便冲散云霄，刀锋所指，空间都为之扭曲。我跪得笔直，缓缓闭上了眼。魔头，受死！净念菩萨眼中杀机毕现，剑指向下一挥，金色戒刀嗡鸣一声，撕裂长空，对着我天灵盖悍然斩落。就在刀锋触及我发梢的刹那，一声金铁交鸣的巨响震彻九霄，恐怖的冲击波将众仙的东倒西歪，撕裂云海。定睛看去，只见那柄势不可挡的戒刀竟停在我头顶3寸，被一根从天而降的巨大神铁死死挡住。那菩萨毕生修为所化的惩戒之刃，撞上神铁的瞬间便已崩碎。众仙骇然地顺着柱身向上望去，当看到那熟悉的云纹以及柱身上光芒万丈的5个大字如意金箍棒，所有神佛的心脏都猛地一顿。只见孙悟空安坐云端，一只手前伸，掌心朝下，正轻轻按着那根擎天神柱的末端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净念菩萨保持着挥指的姿势，僵在原地，脸色惨白如纸。孙悟空目光缓缓扫过全场，最后落在我的身上，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：俺老孙倒要看看今天谁敢动手。一句话让净念菩萨千锤百炼的佛心几近崩溃。他深知论法力神通，经验自己与眼前这位曾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有云泥之别，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。然而此刻退缩丢的不仅是他的颜面，更是整个西方教的威严。电光火石间，他心生一计，明面上禀告佛祖走个过场，暗地里却发出一道加急意念，飞向灌江口搬救兵，请那位唯一能与这泼猴匹敌的清源妙道真君杨戬。计策已定，他强挤出笑容，试图拖延时间，斗战胜佛。你这是何意？此辽乃我佛门叛徒，小僧清理门户乃分内之事，你同为佛门护法，为何要护住此等动摇我佛门根基的魔头？此事小僧已禀明我佛如来，你真要为了一个散仙忤逆佛祖吗？天庭众仙也急忙上前打圆场。太白金星连连作揖，李靖手握宝塔，苦苦相劝，生怕这猴子发起疯来拆了斩仙台。孙悟空闻言嘴角咧开，森然一笑：佛祖，他压俺老孙500年，何曾讲过道理？如今俺想保个人，倒要跟你讲道理了。话音未落，他按住金箍棒的手轻轻一压，轰的一声，整个斩仙台猛然下沉，坚硬的白玉地砖瞬间布满蛛网般的裂痕。孙悟空一动未动，却用行动宣告：现在在这里我就是道理。剑拔弩张之际，净念菩萨冷汗直流，只能在心中疯狂催促救兵。就在这片死寂的对峙即将崩断的瞬间，一股温和宏大的力量悄然降临，抚平了金箍棒的暴力。众仙望去，只见南天门外一位身着月白僧袍的僧人正一步步走来，他步履平稳，不驾祥云，不带佛光，却仿佛每一步
都踩在天地脉搏之上，所过之处，崩裂的地砖自行愈合，狂风亦变得温柔。师傅，沙悟净激动地跪倒在地，这一声如惊雷贯耳，来者竟是旃檀功德佛。唐三藏、净念菩萨大惊失色，而天庭众仙则如蒙大赦，真正能管住这泼猴的人来了。唐三藏抬眼望向脸色变幻的净念菩萨，净念菩萨心中一凛，不敢怠慢，连忙率众合十躬身，参见旃檀功德佛。随即开门见山，功德佛来得正好，此地有妖猴作乱，还请出手降服。净念菩萨抢先发难，已将斗战胜佛径直贬为妖猴。唐三藏脸上不见喜怒，是非曲直尚在两说。列图顽劣，惊扰了诸位，是贫僧管教不严之过。说罢，他转向天庭众仙，敬足了3届礼数。唐三藏这才转身，缓缓走向那擎天神铁，走向他最头疼也最牵挂的大徒弟悟空。没有斥责，没有质问，只是一声最寻常的呼唤。孙悟空身躯猛地一震，僵硬的转过头，对上了师父古井无波的目光。唐三藏看着他眼中的倔强与委屈，轻宣佛号，手掌缓缓贴上了冰冷的金箍棒。为师来时，见南天门外怨气冲霄，还以为是哪路妖魔犯上，却不想在此处闹事的，竟是我西天的斗战胜佛。悟空，你已成佛，为何心中还有如此大的嗔念？孙悟空吼脸涨红，眼神躲闪。俺老孙不是在闹，是在救人。救人！唐三藏的目光越过他，落在了陆凡身上。为救一人而置众生于险地，这便是你身为斗战胜佛悟出的佛理吗？孙悟空被问得哑口无言，憋了半天才闷声道：俺老孙就是看不过眼，所以你便要用你的棒子，将这天庭的法度、佛门的戒律一同打碎。孙悟空沉默了，他知道师父说的对，可他若退了，身后护着的人又该怎么办？见他执迷，唐三藏微微一叹，转而面向净念菩萨，合十躬身：贫僧这徒儿顽劣，惊扰了菩萨，在此代他赔罪。唐三藏先压悟空，再向己方赔罪，姿态滴水不漏，让他准备好的所有说辞都堵在了喉咙里。悟空之过，稍后再论。唐三藏直起身，神情陡然肃穆：贫僧此来，是为法，亦为人情，此事因果，我已知晓大概。他直视净念菩萨，声音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：贫僧只问一句，慈云寺包庇凶徒10年，以佛门清净的为杀人魔头提供庇护，此事可是事实？净念菩萨面皮猛地一僵，对上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，心头竟遏制不住的一颤。业报水镜之下，此事3界共睹，他无法否认，却更不能认。功德佛所言确有其事，他先是承认，随即话锋一转：然我佛之门乃是度化之舟，法云禅师所见非是凶徒，而是迷途羔羊，其过在于慈悲用之非人，而陆凡之罪则在于魔性深直，迁怒寺院，屠戮数百无辜僧侣。难道一时不察的善念之师，其罪竟重于滔天恶行吗？未存小义而舍大义，此非我佛真意。此番偷梁换柱之言，引得不少仙官微微颔首。然而唐三藏闻言神色没有丝毫动摇。菩萨此言看似悲悯，实则混淆善恶，颠倒因果，度化与包庇，一念之差，谬以千里。唐三藏向前踏出一步，月白僧袍无风自动，一股无形威势逼得净念菩萨佛光晃动。何为度化？度其心，非度其身，是令其真心忏悔，直面己罪。法云当作之事，是将其送交官府，坦陈罪行，再以佛法导其向善。可他做了什么？剃度、赐法号，藏于寺中，享受香火，这不是度化，是纵容，是让他用一袭袈裟将血腥过往轻轻掩盖。菩萨只见凶徒屠刀放下，可曾见陆凡父母血泊中的冤魂安息？菩萨只见陆凡毁了寺院，可曾见那寺庙本就建立在一个家破人亡的悲剧之上？菩萨口称数百僧侣无辜，贫僧再问你，当凶徒在寺中安享10年太平时，可有一人为那枉死冤魂说过一句公道话？他们享受着沾满鲜血的供奉，他们当真无辜吗？一声声质问如暮鼓晨钟，振聋发聩。净念菩萨脸色由白转紫，张口欲辩，却无一字可驳。唐三藏已至他面前，相距不过3尺。我佛慈悲，是为解众生之苦，若此慈悲须以他人之冤屈为代价，那便不是慈悲，是偏袒，是伪善，是为佛法之垢，3界之度，句句诛心。净念菩萨身体巨晃，脑后佛光啪的一声迸出裂纹，随即张口喷出一道金色活血，噔噔噔连退数步，天赋归于清明。唐三藏不再看他，转身面向凌霄宝殿，整理僧袍，朗声启奏：启禀玉帝，此事因果已明，启陆凡杀孽缠身，其罪当罚，然其孝心可悯，本性未泯，不应形神俱灭，恳请陛下斩其先身，废其道果，留其真灵投入轮回，历百世之苦，以消罪业。其2，慈云寺住持法云，包庇凶徒，实为此案祸首，当与凶徒同罪，废其修为，打入九幽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其3，慈云寺众僧既享不义之过，变成连坐之责，当尽数逐出佛门，轮回百世，体味人间疾苦，方悟何为慈悲？如此方为公道。一番话赏罚分明，剖析透彻，满场神佛皆被震慑。旃檀功德佛所言，乃池中之论，老臣复议。太白金星率先赞叹，雷部复议。天庭众仙心悦诚服，皆以为公道已至。然而人群中，孙悟空的脸色却比吃了屎还难看。孙悟空心急如焚，废去道行，打入轮回，这本来是他求爷爷告奶奶换来的最好结果。可现在跪在斩仙台上的是他灵台方寸山唯一的师弟啊！然而他有苦难言，师兄弟的关系是
天大的秘密，一旦说破后患无穷，可不说师弟就得被废。孙悟空被自己部下的局困死了。就在这风波看似尘埃落定之际，与猴王一样脸色难看的还有净念菩萨，他不敢反驳唐三藏句句在理的公道，更不敢触怒那只摸着金箍棒、眼神冰冷的猴子。他毫不怀疑自己敢说个不字，脑袋会比斩仙台的石头还先碎。忍了！净念菩萨刚准备捏着鼻子认下这结果，嗡的一声，锋锐至极的颤鸣撕裂天际，一道寒光如流星破云，径直射向斩仙台中央，一柄三尖两刃刀精准地定在金箍棒与净念菩萨之间。猴子，多年不见，猴性越发癫狂了。来人正是清源妙道真君杨戬。净念菩萨差点喜极而泣，救兵终于到了，而天庭众仙却倒吸一口凉气。一个斗战胜佛，一个险胜真君，三界最著名的死对头齐聚，这斩仙台今日怕是要被拆了。出乎所有人意料，孙悟空非但没怒，反而爆发出一阵狂放至极的大笑，火眼金睛里战意炽热。他终于找到了那个能名正言顺掀桌子的台阶。哈哈哈哈！杨戬，孙悟空一把抄起金箍棒扛在肩上，你一个看门小圣，不在灌江口待着，好来俺老孙面前狂吠什么？还需要什么道理人情？打就完了，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，让所有方案通通作废，这才是他齐天大圣的风格。泼猴，嘴还是这么臭！本君奉法而来，你若识相，速速束手就擒，否则枪下无情。他根本不问缘由。收到净念传讯，一听是孙悟空在天庭闹事，他便提枪赶来。他也手痒了。说得好！孙悟空不怒反笑，从云端一跃而下，直面杨戬。当年你我斗了300回合不分胜负，今日正好再分个高下，看看是你三眼怪厉害，还是俺老孙的棒子更硬。话音未落，被唐三藏压制下去的狂暴妖气冲天而起，搅得风云变色。猪八戒在人群中吓得肥肉一颤，高喊：“师兄，冷静啊！”可孙悟空哪里还听得进去？他身形化作金光，手中金箍棒迎风暴涨，携万钧神力朝着杨戬头顶狠狠砸下。来得好！杨戬眼中神光大盛，拔起三尖两刃刀，手腕一抖，向上迎去。当的一声惊天巨响中，恐怖的能量风暴再次席卷斩仙台，比之前猛烈10倍。仙官被掀飞，地面成片崩裂。风暴中心，孙悟空与杨戬一触即分，各自倒飞100丈，遥遥相对，战意却攀升到了极致。痛快！孙悟空长笑一声，金箍棒化作泼天风暴，横扫可平山川，怒劈能裂长空。而杨戬则如中流砥柱，于狂宫中岿然不动，三尖两刃刀化手为弓，抓住空隙，快若奔雷，直削孙悟空咽喉。孙悟空不退反进，竟抛开金箍棒，身形一矮，贴地滑行，险之又险地避开致命一刀，五指成爪，直掏杨戬下盘。这野性十足的无赖打法，逼得杨戬堕地冲天而起。孙悟空则伸手一招，金箍棒瞬间回手，借力追身而上，一棒直捣其心窝，两人瞬间战至9天之上。金铁交鸣之声震得云海翻腾，下方的众仙早已退至边缘，面色惨白的部下结界。天王太白金星擦着冷汗对托塔天王道：“再打下去，南天门都要被他们拆了。”李靖长红了脸，最终还是没敢上前。星君说得轻巧，谁敢去劝？要不你去！众仙求助的目光投向闭目诵经的唐三藏，但他内心同样焦灼，本是稳操胜券，二郎神杨戬怎会突然杀到？就在众仙焦急之际，战局再生变化。9攻不下的杨戬失去耐心，猛然拉开距离，8、9玄功运转，瞬间化作一头一展数千里的金色大鹏神鸟，携着撕裂空间的罡风扑向孙悟空。弼马温，看我如何撕了你！来得好！孙悟空大笑间拔下一把猴毛，吹出漫天分身，结成金色云海，悍不畏死地迎了上去。然而这毁天灭地的威能，却被两人心照不宣的精准控制在9霄之上，并未伤及天庭分毫。这并非死战，而是顶级战神间的一场默契切磋。下方众仙却不知其中门道，只觉神威如玉，仙心战力，连斩仙台都濒临崩溃。就在两人杀意冲霄之际，一个威严的声音凭空响起：“够了！”瞬间时空凝固，凌霄殿方向，天幕洞开，9龙沉香辇缓缓驶出，车上端坐着的正是玉皇大帝。杨戬冷哼一声，收了法相神通，扭过头去。孙悟空见状也咧嘴一笑，被唐三藏一声悟空唤住，便扛着棒子乖乖站到师傅身后。满场神佛，无论天庭西方，尽皆躬身拜倒，参见陛下。大天尊！玉帝淡漠的目光扫过全场，尤其是在净念菩萨惨白的脸上停留片刻，随后威严开口：“都平身吧。”净念菩萨方才决议，朕看草率了。此言一出，净念菩萨死灰复燃。玉帝随即宣布：“陆凡一案因果复杂，不宜仓促定论，不如由司法天神与旃檀功德佛等一同重新商议。方显公允，你意下如何？”净念菩萨哪里还有异议，立刻感激涕零的拜服：“陛下圣明，全凭陛下做主。”孙悟空，你呢？孙悟空抓了抓腮帮子，嘿嘿一笑：“俺老孙没意见，全听陛下安排。他把事闹大，为的就是这个结果。只要能把人从斩仙台上拖下来，慢慢扯皮，就是胜利。”玉帝满意颔首，龙辇调转，天幕闭合，那无上威压也随之消散。一场即将毁天灭地的风波，在高高在上的玉帝三言两语之间便化解于无形。